你是否曾经感觉到大脑里的声音比现实世界的噪音还要震耳欲聋？当我们遭遇挫折，面对批评，或者是陷入对未来的焦虑时，内心彷彿上演着一场永不落幕的灾难电影。我们被困在自己的情绪风暴中心，看不清方向，只感觉到无尽的压力和窒息感。这种痛苦往往不是来自于事情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与这些念头粘得太紧，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自己其实是这场戏的观众，而不必非要是那个受苦的主角。今天我们要探讨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心灵技术，这正是斯多葛哲学的核心秘密——认知抽离。想象一下，你正拿着放大镜贴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看，你看到的只是一团混乱的色块、粗糙的笔触和毫无意义的纹理，这让你感到困惑甚至烦躁。然而当你放下放大镜，向后退几步，整幅画的壮丽景观才突然在眼前展开。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痛苦，往往是因为我们贴得太近了。我们把每一个瞬间的情绪波动都当作是永恒的真理，把每一个他人的眼神都解读为对自我的审判。这种认知融合是现代焦虑症和抑郁情绪的主要根源之一，它让我们失去了对现实的客观判断能力，将我们囚禁在主观的幻觉之中。伟大的斯多葛导师艾比克泰德曾经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困扰人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蕴含着认知的最高智慧。它告诉我们，在外部事件和我们的情绪反应之间存在着一个微小但至关重要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判断。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这个空间里暂停，学会观察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盲目地认同它，我们就掌握了心灵自由的钥匙。认知抽离并不是要我们变得冷漠无情，而是要我们学会区分发生的事与我们对它的诠释。让我们深入剖析一下这种心理机制。当你的伴侣忘记了你们的纪念日，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紧接住你的大脑可能会告诉你，他不爱我了，我不重要，我不重要，这段关系没救了。这就是故事，这就是诠释。痛苦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忘记了日子，而是因为你相信了那个我不被爱的故事。斯多葛哲学家早在20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教导我们，我们无法控制外在世界的发生，无法控制别人的记忆力或行为，但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利去选择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切。这是一种夺回主权的过程。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这位在战火纷飞中写下《沉思录》的哲人王，每天都在练习这种抽离的艺术。他在笔记中反复提醒自己，要将事物剥去外衣，看到它们赤裸的本质。当面对美味的佳肴时，他告诉自己这只是死去的渔获猪；当面对紫色的黄袍时，他提醒自己这只是染了贝壳血的羊毛。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变得愤世嫉俗，而是为了打破世俗赋予事物的虚假光环，让自己不被欲望或恐惧所奴役。这种将复杂的社会概念还原为物理事实的能力，就是认知抽离的极致体现。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贵。社交媒体不断地刺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陷入攀比、嫉妒和自我怀疑的漩涡。我们看到别人的精彩生活，就立刻评判自己的平庸；我们看到一条负面的新闻，就立刻陷入对世界的绝望。我们的大脑被训练成对每一个刺激都做出膝跳反射般的评判。如果不学会抽离，我们的心灵就会像是一片没有围墙的领地，任由外界的讯息践踏和占领。斯多葛哲学提供的正是建立这道心灵围墙的蓝图，让我们能够在混乱中保持清醒。试着想象你的意识就像是广阔无垠的蓝天，而你的念头和情绪就像是飘过的云朵。云朵有黑有白，有大有小，有时会带来狂风暴雨，有时则晴空万里。但无论云朵如何变化，天空本身是不会受伤的，也不会被云朵染色的。大多数人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是那些云朵，跟住云朵一起飘荡消散。而斯多葛哲学的练习就是要帮助我们找回那个天空的视角。当你能够看着愤怒升起，然后对自己说，哦，这是一种愤怒的感觉，而不是大喊我很生气，你就已经迈出了自由的第一步。
这种抽离并非与世隔绝的出世修行，它是一种极具实用性的入世智慧，它能让你在高压的谈判桌上保持冷静，看穿对手的虚张声势，它能让你在亲密关系的争吵中暂停冲动，避免说出伤人的话语，它能让你在面对重大失败时迅速从受害者的情绪中走出来，分析局势并找到解决方案。斯多葛哲学家是行动的人，他们是政治家、战士、商人，他们使用这些工具是为了更有效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战斗，而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我们即将探讨的方法是经过历史验证的心灵武器，但是知道原理并不等于能够做到。认知抽离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当情绪来袭时，那种冲击力往往快得让我们来不及思考。我们的大脑进化机制决定了我们在危险面前会优先启动情绪反应，因此我们需要具体的可操作的心理体操，通过反复的练习，将这种哲学思考转化为我们的本能反应。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为大家拆解斯多葛哲学中最强大的几个思维工具，这些工具将帮助你建立起强大的心理免疫系统，让你能够在任何逆境中都保持内心的安宁与强大。如果你准备好了，请先深吸一口气，试着在这一瞬间将你的注意力从手机或电脑屏幕上稍微拉远一点，意识到你正在看这个视频，而不是沉浸在其中，保持这份觉知。接下来，我们将一步步揭开这些古老智慧的面纱，学习如何像一位真正的哲学家那样，站在高处俯瞰自己的人生迷宫，找到那条通往平静与智慧的出口。这不仅仅是一次知识的学习，更是一场灵魂的重塑之旅。让我们开始这场通向心灵自由的伟大冒险。我们要掌握的第一个斯多葛心理工具，马可·奥勒留称之为客观描述的力量。这是一种将事物剥去情感外衣，只保留其物理真相的残酷练习。我们习惯于用充满价值判断的形容词来描述遭遇，例如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或这是一个羞辱的时刻。然而，斯多葛学派要求我们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切割掉这些形容词，试着练习这样看世界。那不是一杯昂贵的红酒，那只是发酵的葡萄汁，那不是令人羡慕的权力宝座，那只是一把装饰过的木头椅子。当我们去除了社会赋予的虚荣价值，我们就不会再被贪婪所绑架。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那些让我们愤怒或受伤的时刻。当有人对你口出恶言时，运用认知抽离的技术，你会发现那不过是声带在震动，推动空气撞击你的耳膜，形成特定的频率罢了。声音本身是没有物理杀伤力的，它无法刺穿你的皮肤，也无法折断你的骨头。真正让你受伤的是你大脑中将这些声波解读为侮辱的那个翻译过程。如果你能拒绝进行这种翻译，只把它看作是大自然的物理现象，就像听到风声或狗叫一样，那么你的心灵就能在谩骂中保持如止水般的平静。塞内卡曾建议我们，当恐惧来袭时，我们应该将恐惧的对象肢解开来，就像一个孩子在黑暗中看到怪物的影子会吓得发抖，但如果打开灯，发现那只是一堆挂着的衣服，恐惧就会瞬间消散。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任务，不要把它看作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而要把它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微小的步骤。你在怕什么？是怕那个会议吗？会议只是一群人坐在房间里说话。是怕破产吗？破产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动和生活方式的调整。当我们用理性的显微镜去观察恐惧的源头，那些模糊的庞然大物就会显出原本渺小的原型。这种练习要求我们培养一种临床医生般的视角，想象你自己是一位正在记录病历的医生，而你自己就是那个病人。当焦虑发作时，不要说我很焦虑，而要像写病历一样描述，这个个体现在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思维出现了灾难化的倾向。这种语言上的微小转换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心理缓冲区，它把你从情绪的体验者变成了情绪的观察者。你不再是情绪的奴隶，你是正在研究情绪的科学家。这种视角的转换能瞬间降低大脑杏仁核的活跃度，让前额叶皮层重新掌管控制权。掌握了微观的解剖之后，我们需要学习第二个强大的工具——宏观的高处视角。
柏拉图曾描述过这种想象灵魂升空、俯瞰大地的练习，斯多葛哲学家将其发展为一种日常的冥想。试着闭上眼睛，想象你的意识脱离了躯体，缓缓上升，穿过屋顶，升入云端。从那个高度往下看，你现在所在的建筑只是一个小方块，你正在纠结的那个烦恼，甚至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在这个视角下，你看到了整个城市的繁忙，无数像你一样的人在为生计奔波，有人在哭泣，有人在欢笑，有人在出生，有人在死亡，继续向上攀升，直到你看见整个地球悬浮在浩瀚的宇宙背景中，像一颗蓝色的弹珠。在这个宏大的尺度下，国界的纷争显得可笑，个人的恩怨显得荒谬。当你意识到人类的历史在宇宙的时间长河中不过是一眨眼的瞬间，你今天早上因为堵车而产生的愤怒还有什么意义呢？高处视角并不是要让我们感到虚无，而是要让我们感到谦卑。它将我们从自我中心的狭隘牢笼中释放出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伟大宇宙秩序的一部分。这种连结感会治愈孤独，这种渺小感会治愈傲慢。马可·奥勒留经常在夜晚仰望星空，他提醒自己，那些星辰已经运转了亿万年，他们见证了无数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与恒星的寿命相比，我们所追求的名声、财富和荣耀，就像是肥皂泡一样，转瞬即逝。如果你感到被冒犯，问问自己，这件事在100年后还重要吗？如果不重要，那为什么要让它毁掉你现在的平静？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而通过想象力，我们可以提前借用时间的力量，用未来的眼光来审视现在的困境。这就是智慧的本质。这种空间与时间上的双重抽离，能有效地对抗现代人的当下中心主义。我们总是觉得发生在现在的事情是最重要的，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最特殊的。但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阳光底下并无新鲜事。你现在经历的背叛、失落、痛苦，千百年来有无数人经历过同样的情节，未来也将有无数人重蹈覆辙。你并不孤单，你的痛苦也并不特殊。这种认知的正常化能极大地减轻我们为什么是我的受害者心态，让我们能更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为了将这种视角融入日常生活，我们可以使用第三人称自言自语的技巧。这是一个被现代心理学研究证实极其有效的认知调节策略。当你陷入困境时，不要问我该怎么办，试着用你的名字来问。你的名字现在遇到了这个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当你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时，你大脑处理问题的机制会从热认知转向冷认知。你会发现，给别人提建议总是比给自己提建议容易得多。通过这个技巧，你就在自己内部创造出了那个理性的别人。想象一下，如果你最好的朋友遭遇了你现在的处境，你会对他说什么？你会狠狠地批判他、嘲笑他吗？当然不会。你会安慰他，给他理性的建议，鼓励他振作。然而，我们对自己却往往是苛刻的暴君。认知抽离让我们学会做自己的朋友。当你失败时，用那个高处视角的朋友的声音对自己说，这只是漫长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你的名字，吸取教训，继续前进。这种内在对话的转变是建立强大心理韧性的基石。我们还可以练习将当下的逆境放入传记视角中。想象你正处于自己传记电影的高潮部分。每一部伟大的电影都需要冲突、挫折和挑战，否则就平淡无奇。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倒霉事，正是剧情发展的必要转折。你是想做一个在挫折面前崩溃的悲剧主角，还是想做一个历经磨难、最终获得智慧的英雄？当你把生活看作是一个正在书写的故事，你就能够从对结局的焦虑中抽离出来，转而关注如何演好当下的这一幕戏。这种人生如戏的态度是斯多葛学派的重要隐喻。艾比克泰德说，记住，你是一出戏剧中的演员，剧本由剧作家命运自然决定。如果他希望你演乞丐，你就把乞丐演得精彩；如果他希望你演跛子，你就把跛子演得庄严。我们无法选择剧本，但我们可以选择演技。认知抽离就是让我们站在舞台侧面，看着那个正在聚光灯下的自己，提醒他不要入戏太深。
不要因为角色的悲惨而忘记了演员本身的高贵。这种艺术般的疏离感是保护心灵不受现实伤害的最强盾牌。在我们掌握了剥去幻象的微观法眼和俯瞰众生的宏观视角后，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防御能力。但斯多葛哲学不仅仅是被动的防御，它更是主动的进攻。我们需要明白，在这个广阔的宇宙中，到底什么是真正属于我们的领地，什么又是我们必须彻底放手的禁区。如果不划清这条界限，所有的抽离技巧最终都会因为方向错误而失效。这就是著名的控制二分法，它是所有斯多葛心理技术的基石，也是我们通向不可动摇之心的必经之路。许多人误解了控制的含义，以为斯多葛是教人放弃努力。恰恰相反，他教导我们将精力像激光一样聚焦在那些能产生最大效能的地方。当我们不再试图控制天气、别人的想法或过去的错误时，我们就释放了巨大的心理能量。这些能量可以用来打磨我们唯一能完全掌控的东西，我们的意愿和判断。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混乱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完全由自己主宰的内在堡垒，一个任何暴君或灾难都无法攻破的圣所。这不仅仅是理论，这是一场关于能量管理的革命。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你每天浪费在焦虑、后悔和抱怨上的能量全部收集起来，投入到你真正能改变的事情上，你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认知抽离帮助我们看清了战场，而接下来的控制二分法将教会我们如何选择武器，以及如何赢得这场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战争。准备好，我们将进入斯多葛哲学最核心、最硬核的操作系统。斯多葛哲学中最锋利的手术刀，莫过于控制的二分法。这不仅仅是一个分类练习，它是一种激进的认知重组技术，旨在切断焦虑的根源。艾比克泰德在手册的开篇就画下了这道红线。有些事情是我们能控制的，有些则不是。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却总是混淆两者。我们试图用意念去控制交通状况，用愤怒去改变别人的愚蠢，用焦虑去锁定未来的结果。这种错位不仅是徒劳的，更是痛苦的源泉。认知抽离在这一点上的应用，就是要我们在每一个念头升起时，冷酷地问自己：这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必须学会对他说：这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让我们具体界定一下这两个领域。完全在我们控制之下的，只有我们的心灵活动、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厌恶。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受我们控制的，则包括了身体的健康、财产的增减、名声的好坏以及官职的高低。即使是你最爱惜的身体，也可能随时被病毒或意外侵袭。即使是你最看重的名声，也可能因为谣言而毁于一旦。斯多葛学派教导我们，将幸福寄托在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事物上，就是自愿成为奴隶。认知抽离，就是将我们的情感投资从这些不稳定的外部资产中撤资，转而投资到唯一稳定的内部资产，我们的品格与意志上。为了形象地理解这一点，斯多葛学派经常使用射手的比喻。想象一位参加奥运会的射手，他尽心尽力地保养弓箭，调整呼吸，瞄准靶心，然后松开手指，直到箭离弦的那一刻，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然而，一旦箭飞出去了，风向的改变、靶子的移动，甚至是一只突然飞过的小鸟，都可能改变结果。一个受过哲学训练的射手会专注于射箭这个动作的完美，而对中靶这个结果保持淡然。如果中了，很好；如果不中，他也无愧于心，因为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这就是认知抽离的精髓，将成功的定义从盖布 K 卡转移到内部努力上。在现代职场中，这种思维转换具有巨大的解放力量。你正在准备一个重要的提案，你的目标不应该是拿下客户，因为客户的心情、预算，甚至他们内部的政治斗争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你的目标应该是做出一份最完美的提案。当你把目标内化，你就夺回了主动权。如果客户拒绝了，你不会感到被否定，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
你会像那个射手一样冷静地分析风向，调整姿势，准备下一次射击。这种心态让你从对失败的恐惧中抽离出来，让你变得无懈可击。你不再是结果的乞丐，你是过程的主人。为了强化这种心态，斯多葛哲学家还发明了一种名为有保留条款的语言技术。这是认知抽离在语言上的具体应用。当你计划做某事时，不要绝对地说我明天要飞去巴黎，而要在心里加上一句如果命运允许的话。这看起来像是文字游戏，但它在潜意识里埋下了一个缓冲区。它提醒我们，未来并不完全在我们手中。当航班取消、罢工发生或意外来临时，因为你已经预设了命运可能不允许的前提，你就不会感到震惊或愤怒。你早已在心中为变故留出了位置。这种心理上的预备能有效地吸收现实带来的冲击波。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经常被他人的行为所激怒。这时，我们需要运用另一种抽离技巧——行为与动机的剥离。马可·奥勒留提醒我们，当有人伤害你时，试着去理解他们的观点。他们之所以作恶，往往是因为无知，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利，把他们看作是生病的人，而不是邪恶的人。就像你不会对一个发烧说胡话的病人生气一样，你也不应该对一个灵魂生病的人动怒。这种视角的转换，将你的情绪从愤怒转化为怜悯，或者至少是冷静的容忍。你从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宽容的观察者。这种练习可以延伸到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上。斯多葛学派并不要求我们过苦行僧的生活，他们不反对财富和享受，但他们反对依赖。这就是优先的无所谓概念。健康、财富、荣誉，这些是优先的。如果有，我们欣然接受，但他们在本质上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不决定我们的人格价值。试着练习像一个住在旅馆里的旅客那样对待你的财产。房间很豪华，你可以尽情享受，但你时刻知道这不是你的家。退房的时候，你带不走任何家具。这种旅客心态让你既能享受当下，又能在失去时毫无挂碍地转身离开。然而，要做到这一切，我们必须学会驾驭那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即刺激发生后，反应开始前的那个瞬间。这就是神圣的停顿。当老板批评你，或者是孩子打碎了花瓶，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愤怒的爆发。斯多葛哲学要求我们在这一刻按下暂停键。塞内卡建议，当你感到愤怒时，不要急着说话或行动，先在心里默数，或者去散个步。这个停顿不是为了压抑情绪，而是为了让理性的声音有机会赶上来。正如他所说，愤怒最大的解药就是延迟。在这个延迟中，我们将本能反应与理性选择强行分开。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停顿更是至关重要。当你看到一条让你热血沸腾或极度焦虑的帖子时，试着不要立即转发或评论，放下手机，看向窗外，问自己，这条信息试图操纵我的什么情绪？如果不参与这个话题，我的生活会受损吗？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网络争议都是噪音，只在收割你的注意力。通过抽离，你保护了自己的认知带宽。你不再是算法的玩偶，你是一个有意识的筛选者。你选择不被激怒，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展示。这就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斯多葛修炼。除了被动的防御，我们还可以主动进行预演逆境的练习及消极想象。这听起来很悲观，但实际上它是通往心理韧性的捷径。每天花一点时间，想象你失去了现在拥有的一切，工作、爱人、健康。这不是为了让你恐惧，而是为了让你对现有的一切产生深深的感恩，并消除对失去的恐惧。当你已经在脑海中演练过最坏的情况，现实中的小挫折就再也无法伤害你。你就像一个穿着盔甲的战士，即使走进荆棘丛中，也能毫发无伤。你已经在心理上免疫了灾难。这种认知抽离的最终极目标是建立马可·奥勒留所说的内在堡垒。这是一个在你心灵深处的避难所，无论外界如何兵荒马乱，这里永远宁静、有序、理性。当你被生活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时，你可以随时撤退到这个堡垒中，休整片刻，找回自己的节奏，然后重新出发。这个堡垒不是用石头砌成的，而是用正确的判断和原则构建的。
只要你不背叛自己的原则，就没有人能攻破这个堡垒。外人可以伤害你的身体，限制你的自由，但他们永远无法强迫你同意他们的错误观点，也无法强迫你放弃你的善良。在这个堡垒中，你与历代圣贤对话。当你遇到难题时，问问自己，如果是苏格拉底会怎么做？如果是芝诺会怎么想？这种榜样借力也是一种抽离技术，它让你跳出自己狭隘的思维模式，借用伟大灵魂的智慧来处理当下的问题。你会发现，你的那些烦恼在这些巨人的智慧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你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身后站着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军团，他们的智慧通过你的理性复活，成为你对抗混乱的武器。我们还必须警惕一种隐蔽的执着，对公平的渴望。我们常常因为觉得世界不公平而痛苦，但斯多葛学派告诉我们，宇宙是按照自然法则运行的，它不欠我们任何东西。狮子吃掉羚羊不是因为残忍，而是因为自然。坏人做坏事不是针对你，而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当我们放弃了对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应然幻想，接受世界真实运转的实然状态，我们就消除了大量的心理摩擦。认知抽离让我们像物理学家观察实验一样观察生活，只记录数据，不抱怨重力为什么向下拉。最后要明白，认知抽离不是一次性的药丸，而是一种持续的肌肉训练。每一次你忍住不发火，每一次你从焦虑中拉回思绪，每一次你选择原谅而不是报复，你都在强化这块肌肉。刚开始时，你可能会觉得很难，甚至觉得自己在强行压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抽离会变成你的第二天性。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被激怒，越来越容易感到快乐。你不再是一片随风飘荡的叶子，而是一块在激流中岿然不动的岩石。现在，我们已经装备了斯多葛哲学最强大的心理武器——剥离幻象的法眼，俯瞰宇宙的视角，控制的二分法，以及内在的堡垒。但这一切如果只停留在脑海里，依然只是知识的碎片。如何将这些碎片熔炼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如何面对那个终极的恐惧——死亡？在最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直面生命的有限性，用斯多葛最震撼人心的智慧完成这场灵魂的蜕变，并给你一个明天早上起床就能执行的行动方案。坚持住，最后的启示即将到来。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从情绪中抽离，如何从偏见中抽离，但斯多葛哲学还有最后一重，也是最极致的抽离，那就是从生命本身抽离。这就是著名的 Memento Mori， 即这是著名的 Memento Mori， 即时刻记住你终将一死。这听起来似乎令人恐惧和沮丧，但在斯多葛主义者眼中，这是通往清醒的捷径。当你意识到你的时间余额正在以不可逆转的速度减少时，你还会愿意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与愚人的争辩、无谓的焦虑或是对过去的悔恨上吗？死亡不是终点，而是我们用来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尺规。试着运用这个终极的视角，想象今天是你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你现在正在纠结的那份报告，那个冷漠的眼神，那笔损失的金钱，在死亡面前还有重量吗？你会发现，死亡像一阵狂风，吹走了所有轻飘飘的虚荣和琐事，只留下了真正沉甸甸的东西：你的品格，你爱的人，你做过的好事。这种临终视角能瞬间帮你完成最高级别的认知抽离，它让你明白，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烦恼都是因为我们误以为自己会永远活着而产生的奢侈品。只要记住死亡，你就没有时间去生气。塞内卡曾严厉地警告我们，我们抱怨生命短暂，却又像挥霍无度的人一样浪费它。我们总是活在过去或未来，却唯独错过了现在。认知抽离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从时间的焦虑中抽离。过去已经死亡，未来尚未出生，唯一属于你的只有当下这一瞬间。当你为过去的错误懊恼时，你是在为一具尸体哭泣；当你为未来的灾难担忧时，你是在为一个鬼魂恐惧。斯多葛哲学要求我们像切断坏死的肢体一样，切断对过去和未来的执着，将全部的生命力压缩在此时此刻。这种对当下的极致专注，让我们能够承受任何重量。
马可·奥勒留说，没有人会失去过去或未来，因为他没拥有的东西不可能被夺走。如果我们只活在当下，那么我们承受的痛苦也仅限于当下这一秒。忍受1秒钟的痛苦是容易的，让我们崩溃的是叠加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之后的痛苦总和。学会把人生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瞬间，逐个击破，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当下的困难是你的理性无法克服的。这就是时间维度上的分而治之。在我们重塑了时空观之后，我们需要拥抱一种更宏大的态度，那就是 amor fati 命运之爱。认知抽离并不意味着冷眼旁观，而是为了让我们看清现实后能够热烈地拥抱它。不仅要忍受必然发生的事，还要爱上它。如果你破产了，不要只是无奈接受，要把它看作是命运赐予你重塑性格的机会。如果你生病了，把它当作是修炼耐心的道场。这种将发生的一切视为最好的安排的能力，是心灵炼金术的最高境界。你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你是主动的合作者。想象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和流转。你的生命只是这团火中溅起的一个火花，虽然短暂，但你与整团火焰是同质的，你与宇宙万物是紧密相连的。这就是万物同体的概念。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的孤独感就会消失。你遭受的苦难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恶意，而是宇宙宏大运转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你的痛苦就像石头被浪花冲刷一样自然。接受这种自然性，你就能获得一种超越个体的宁静。这条通往心灵自由的道路并不容易，它是一场持续一生的战争。不要指望听完这个视频就能立刻成圣，你会失败，你会再次被情绪淹没，你会忘记这些原则，这很正常。斯多葛哲学不是关于完美的，而是关于进步的。正如塞内卡所说，我不是智者，我只是比昨天的自己好一点点的病人。每一次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失控，并成功地将自己拉回来，哪怕1厘米，这就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积累这些微小的胜利，最终将铸就你不可撼动的品格。为了让这些智慧真正落地，我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建立2个简单的微习惯。第一个是晨间预演，每天早上醒来花2分钟告诉自己，今天我可能会遇到忘恩负义的人、傲慢的人、欺诈的人，但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知道善恶的本质，他们无法伤害我的灵魂。这就像是穿上心里的防弹衣，让你不再赤身裸体地走进充满危险的世界。这种预判不会让你变得消极，反而会让你变得无比从容。第2个习惯是夜间审查，睡觉前像法官一样审视自己的一天，问自己3个问题：我今天哪里做错了？我哪里做对了？我有什么事情该做而没做？不要带着罪恶感去审判，而要带着改进的愿望去复盘。如果你今天发脾气了，不要自我攻击，只是冷静地分析触发点，并想象明天如果遇到同样情况，该如何更好地应对。这种日复一日的自我对话，是将哲学知识转化为肌肉记忆的唯一途径。还有一个强大的即时工具，我称之为30秒冻结。当你感觉到愤怒、嫉妒或恐惧的火苗刚刚窜起来时，强迫自己停下30秒，在这30秒里什么都不要做，只是深呼吸，并在脑海中召唤那位内在的旁观者。试着描述你的感受，我现在感觉到了胸口的闷热，这是一种愤怒的生理反应。仅仅是这个动作就能切断情绪对大脑的劫持。给理性一点时间，它就会赶上来保护你。生活是一场艰苦的磨练，但正如拳击手需要陪练，我们也需要困境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不要祈祷生活平顺，要祈祷自己足够强大。每一个让你难受的人，每一个让你挫败的时刻，都是命运派来的教练。感谢他们，因为正是他们给了你练习斯多葛哲学的机会。没有风暴，船长就无法展示他的技艺；没有逆境，灵魂就无法展示它的光辉。你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这些哲学工具就是你的砖块和水泥。在这个喧嚣、浮躁、充满焦虑的时代，选择斯多葛主义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这意味着你要对抗本能，对抗社会的洪流，甚至对抗你自己。但这条路的尽头是无人能夺走的自由和宁静。你不需要隐居山林，
你可以在城市的中心，在繁忙的办公室里，在嘈杂的地铁上，建立起属于你的内在圣殿，那里永远灯火通明，永远秩序井然。现在，我想邀请你在评论区写下你这周打算练习的一个斯多格工具，是控制2分法、环视高处视角，或者是晨间预演。当你公开写下承诺时，你就更有可能去执行它。不要只是做一个旁观者，要做一个实践者。让我们在评论区互相见证，形成一个追求智慧的社群。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人黑暗的一束光。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的灵魂有所触动，请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这不仅仅是对算法的支持，更是你对这种生活哲学的一种投票。你是在告诉这个世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依然有人愿意追求深刻的智慧，依然有人愿意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分享这个视频给你身边那个正在经历焦虑或痛苦的朋友，这可能是你能给予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最后，请记住马可·奥勒留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语：不要再讨论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了，去成为一个好人吧。哲学不是用来讨论的，是用来活出来的。放下手机，走出房间，去拥抱你的生活，去拥抱你的命运，保持清醒，保持强大，保持抽离。我们在下一个视频中继续这场灵魂的探索之旅，再见。